还记得我们2个月前分享过大成在2026年4月的那场法说会吗？当时我们提到，大成不止在养鸡，他们是用生物科技在精密制造高品质的蛋白质。那既然大成把科技跟餐饮品牌玩得这么高调，大家一定会想问，台湾另一家农畜巨头卜蜂又是怎么布局的？今天我们就来直接揭开这场农畜双雄截然不同的企业基因战。好，我们直接切入核心。最近大家最关心的绝对是为什么卜蜂最近跌这么多，大成却稳如泰山，这两家到底差在哪里？这其实是企业基因的根本差异。大成走的是品牌重资产路线，而卜蜂呢，他们更甘愿当个隐形冠军，两者的策略可以说是完全不一样。我们直接摊开这两者的布局来对比一下。大成重压像是圣博店、潭岛这些连锁餐饮，直接去化肉品，这让他们具备了绝对的规模壁垒，一年销售量高达1400万吨。但是他们在台湾、中国、东南亚这种三分天下的重资产布局，近年来深受中国消费降级和内卷的严重侵蚀。反观卜蜂，他们的生产资产100%集中在台湾，完全没有中国市场的亏损包袱。他们专注的是什么？是轻资产、高周转率的基础刚需通路。那面对像是猪胸膜肺炎、小猪下痢这些极端气候带来的疫情，卜蜂其实是靠现代化的精准防疫编制来拉高存活率的。更关键的是他们非常著名的一个大口袋理论。什么是大口袋？就是把钱全部装在同一个口袋里吗？没错，你可以想象，左边口袋装的是前端生鲜市场的震荡，右边口袋则是后端高毛利的加工食品。卜蜂不计较单一部门的得失，而是用右边口袋来实质消化左边口袋的亏损和原物料冲击。他们追求的是集团总利润的极大化。讲到震荡，前阵子猪肉价格大崩盘，到底是怎么回事？去菜市场买猪肉，现在是要涨价了吗？从今年的价格走势就可以看出一个非常戏剧性的 V 型反转。2025年底的时候，因为非洲猪瘟防疫禁运15天，导致年初一口气积压了高达60万头猪集中去化，这就造成了第一季猪价大崩盘，一路跌到了75到80元，而且超期饲养，还大幅垫高了成本。所以现在这些积压的猪都处理完了吗？是的，4月份积压已经全部去化完毕，到了5月，猪价已经 V 型反转，重返95到100元的高原期了。不过不止猪肉吧，我听说年初饲料也是亏得很惨耶。没错，这就要归咎于2026年初的4大总体经济逆风。当时原油暴涨到100到120美元，引发了所谓的生质能源排挤效应，导致黄豆、玉米价格狂飙，再加上国际运费飙升了3到5成，还有台币贬值的汇损压力。更惨的是，同业因为战争的预期心理，超额进口了玉米，结果导致国内市况价格倒挂，直接爆发了非常严重的饲料杀价内卷战。天哪，这听起来真的有够惨。那卜蜂到底要靠什么赚钱啊？他们又不像大成，有一大堆网美餐厅可以直接卖肉。这就是卜蜂厉害的地方了，他们不打街边的餐饮战，而是神不知鬼不觉地渗透进台湾人的刚性需求里。举个例子，他们旗下的6星便当可是跨过了极度严格的供应链稽核，直接进驻台积电、美光还有联电的厂区，单店1个月就可以卖破10000个便当。哇塞，直接卖给科技新贵，这招聪明诶，这样就完全不受经济下行的影响了。完全正确，这就是把上游养殖的成本优势，透过中央处方多做一次价值重组，牢牢锁定那些不因为景气波动而改变的利润。而且不只是科技厂哦，他们的触角其实深得更深。你知道吗？卜蜂其实是711跟全家微波熟食的核心外包商，他们大力推动轻花椒口味，还有专做内脏深加工的鸡心系列，完全利用了超商那种新品排挤旧品的高周转率特性，来成功拉高平均售价。他们不用扛店租折旧，却享有全台湾最高的熟食周转率。难怪我每次去超商总是被那些微波食品烧到，原来这全部都是他们的护城河啊！虽然说卜蜂股价近期有些回档，但只要搞懂了他们的刚需布局，我们其实也不必太羡慕大成的股价稳如泰山，毕竟股市风水轮流转嘛。所以呢，不管你有没有赚到这波，也不管这份专题解析目前对你有没有帮助，都请先帮我们订阅按赞哦，这样你才不会错过每一次可以搞懂公司到底在干嘛的深度解析。接下来我们除了要严格检验卜蜂第1季的财报，更要带大家深入解析大成所没有的猪肉市场，还有泰国母公司超犯规的跨国资本特权。好，
残酷的数字检验时间来了，博丰2025全年的 EPS 高达 10.39 元，还大方配息7元，创下历史新高。但是到了2026年第一季，虽然营收年增了 7.2%， 净利却是直接腰斩 46.7%， EPS 只剩下 1.26 元。天哪，这获利根本是直接跌下悬崖了吧？这落差也太大了吧？主要原因就是我们刚才提到的猪价烹盘预测落差，再加上同业超额进口玉米，引发了严重的饲料杀价内卷，导致他们的毛利率从原本的 21.4% 直接暴跌到 17.7%。那他们花大钱盖的桃园新厂呢？这个下一个成长动能总能出来救火了吧？关于桃园现代化猪肉分切新厂，2026年5月已经取得执照，并开始试营运了。每日目标处理500头，目前正在进行 CIS 和 HACCP 的双认证，预计要到2027年3月才能全面量产。但这里必须发出一个风险警示：新厂庞大的折旧压力必须等到设备最终验收才能开始计算，这绝对会是2027年上半年财报毛利率的一个观察黑洞。等等。台湾不分背靠泰国正大集团，将会不会沦为外商那种官僚体系，导致决策很迟缓啊？这点完全相反，母公司采取的策略是战略放权、资源共享。透过正大集团强大的全球采购特权，台湾不分在第一季运费暴涨的时候，非常精准地锁定了3个月低价原料的库存，并且在4月份迅速调涨饲料 0.4 元来转嫁成本，可以说是展现了极致的营运灵活度。接下来这招才是真正厉害的地方，也就是补丰的非对称型内部资本配置。母公司控制了台湾补丰的股权，但台湾补丰在2026年2月获得授权，竟然斥资10亿元台币，反向买进母集团旗下最赚钱的泰国 7-Eleven， 也就是 CPOL 的股票。哇塞，直接用资本代替劳力，完全不用在东南亚扛实体开店的风险，却能灵活坐享东南亚最肥美的零售通路红利跟稳定股利。这招真的是跨国航海王等级的特权耶！听起来是很风光啦，但他们又是每年20亿的高额资本支出，又这么大方的配息，财务安全性真的不会亮红灯吗？这真的是个非常务实的好问题。高额支出加上20亿的现金股利分派，确实让第一季的总负债攀升到了215亿，负债比更是暴升至 66%， 而且流动比率 78% 与速动比率 57% 也都处于相对低档。目前的资金调度可以说是极度紧绷的状态。除了流动性之外，还有一个非常硬核的会计查核重点。会计师特别关注了一笔高达 29.56 亿元的生物资产衡量。这是什么意思啊？难道活生生的猪只也能算是资产吗？没错，而且这笔公允价值评价会直接认列在当期的损益里。但你要知道，账面上的利润并不等于实质的现金流，这绝对是获利波动的一颗隐形炸弹。事实上，在第一季业外就已经认列了 1.93 亿的未实现评价损失了。好吧，看来短期确实有逆风，财务也有点紧绷。那补丰下一个成长动能与永续发展的机会到底在哪里？他们总不可能一直只靠超商的微波食品吧？其实策略转机就在于政策的推动。目前政策严格限制厨余养猪，这就直接推升了个体户必须转向使用配方饲料。而补丰现在正积极的研究评估，准备切入高附加价值的黑毛猪一条龙型战场。总结来说，随着4月饲料调涨正式生效，加上5月猪价重返高档，补丰第一季的谷底可以说是已经过去了。下半年毛利率预期将会逐季回温，维持着强大的防御韧性展望。如果你追求的是高殖利率，并且看好桃园厂未来的爆发力，那补丰会是个好选择。但如果你更看好宠物经济与大宗规模经济，大成可能更适合你。没错，高殖利率、防御流对决品牌重资产。看完今天的专题解析，哪一头农牧巨兽的战略更符合你的投资胃口呢？欢迎在底下留言告诉我们你的想法哦。